好，开口。开启资讯大门，盘点全天新闻。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新闻夜线，我是张诗文。大家好，我是王韵玲，这就开始今天的夜线资讯之旅。好，转6号机。很稳，韵林上镜还是？打开夜线封面。2025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落下帷幕。闭幕式上，31个项目集中签约，投资额超过150亿。涵盖智能驾驶、具身智能和机器人等领域。中国移动 AI 加新型工业化创新研究院揭牌。读下去。本届大会展览面积首次突破7万平方米，吸引800多家企业参展，展出3000多项前沿展品，展品总数首发首秀实现双倍增。截至下午2点，大会接待了来自10多个国家的156个采购团，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160亿元。线下参展人数预计将达到35万人次。岛屿。人工智能是年轻的事业，也是年轻人的事业。今年的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青年力量呈爆发式集结，35岁以下青年人才占到了40%。读下去。从技术研发到产业实践，年轻一代正在以蓬勃创造力全方位释放 AI 领域的先锋势能。在本届大会的首次对外开放的 B2展演空间里，一位16岁的 CEO 以自信、专业的表现吸引了在场所有人的目光。EA 坊。哎呦，专业，稳。开始之前，竟然我一度很紧张。项目集中签约，投资额超过我去那边看一眼啊。好，两个人的开场不错，没有怯场，稳住了。有个问题啊，就是每一段你们2个人是要连着读的，不用停，当中不用停。张诗文，你要把身体也转过来一点，你不能只转头，身体不动。对，好，回来是台风竹节草的线配，2条是连着的啊。竹节草给它压到了，压着了呀，台风。3、2、1，走。此前我们报道了，原本已经停止编号的台风竹节草，在27号夜间复活，直扑我国华东地区。今晚8点，台风竹节草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舟山市东南方约20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最大风力8级。中央气象台预计，竹节草将以每小时10到15公里的速度向北偏西方移动。尽管台风竹节草的移动速度不快，但强度正在缓慢增强。为应对逐渐逼近的竹节草，从昨天起，上海各防汛防台部门已经迅速响应，从疏散船舶、内水外排到物资准备、排查隐患，一系列应对措施全方位筑牢防汛防台安全网。EA 坊。好，我回那边，我不在这边看了。压力大了。西哥换了好几个位置了。其中，浦东新区拟启用集中安置点116个，计划集中安置近1.5万人。按照最新要求，人员转移安置将于明天上午9点前完成。好，回来是北京降雨情况的导语，2位导语准备。我们在附近也已经联系好了临时的一个避难场所。最后一句。记者洪冠全报道。走。视线转向北京，截至今天0点，强降雨已造成北京因灾死亡30人，其中密云28人，延庆2人。今天北京降雨持续，部分地区仍有暴雨。哦，跳出来了，切出来了。不是故意的吗？对，提示器被他关掉了。西哥，你跑到这边来关提词器。提示器被他关掉啊！哇，这个是真的。手上，西哥，哇！你给他们安排事故吗？会安排一个，就是灭提字器或者提字器给它乱了，给他们知道吗？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会有事故。不知道，这个不能告诉他们，从开始心里就会有了，说心里随时随地准备应对事故的，这不一样啊。今天北京降雨持续，部分地区仍有暴雨。那同时呢，我们看到个别点位的大暴雨，并且还伴有雷电。来看报道。EA 坊。
干得不错，干得不错。不错，很自然的过渡低头，而且他马上找到了那个切口。这种应急说白了也就很简单，圆会了最简单就请看报道，就不会出错。所有导播都知道，提字器灭的情况下，你说一句请看相关片子，就知道放片子。哦呦，懂了，厉害厉害厉害！好，刚刚提字器跳走了，然后现在把提字器进入到后面那条，3、2、1，走。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夜线，广告之后新闻继续。好，1A 房。我现在需要去站播，对吧？对，没错，你现在要站过去啊，当心机器它会自己动的。好，我觉得诗文这儿肯定也得出点问题，得公平啊。站播没有桌子的支撑，拿着鼠标还要翻稿子，相对难一点，是熟能生巧的一件事儿。好，要准备了啊！小片头回来就是你，3、2、1，也 A。张诗文准备啊，走。进入夜线关注，500元12节课，超高性价比的市民艺术夜校又来了。作为2025年上海市政府为民办实事项目，上海市民艺术夜校秋季班将于本周日上午10点开启报名抢课。据了解，此次推出的日校课程时间段设计得十分灵活，分为3个时间段：艺术早课、午间1小时以及都市下午茶。我们来看一下时间。艺术早课的时间为9点半到11点半，聚焦银龄人群和全职妈妈等，多在社区或者是居民集聚的空间。而午间1小时的时间段为12点到1点，多是聚焦在在职人群，在办公楼里。9点半到11点，说完之后，我觉得你这种上大屏了都，而且你这事实性错误，你得改，你不能当自己没错。多是聚焦在在职人群，在办公楼里、产业园区或是百人群。那么在课程方面更是包罗万象，既有传统的国风舞蹈、书法、乐器，也有紧跟潮流的手机摄影、插画。甚至是实用的旅游日语和中式点心制作。哦，这是什么死坏的手势？关提字器了。与此同时，市民艺术夜校进一步拓展点位，秋季班拟共开设600个点位，2300门课程。2300门课程，其中近半数为 AI 相关的课程。那么有关于这一些课程的内容，我们也想到它是市民美育、日夜兼程、同时兼顾这样的一种设计的形式。好，也准备啊，请看报道，快，不要找。那么首先，我们现在进到下面的一部分新闻。昨天，静安区人民法院对2名利用抢票软件抢购、倒卖博物馆门票的00后男子作出判决，这也是上海首例相关判决。是随便找了一条夺下去了是吧？应该是就手上搞的，有啥他就瞎读了那个。前面一条片子漏掉了，是接不了了，没有按串联单的顺序来，他直接跳了。他是找到哪个是哪个。应急他不能说他随随便便就把这条片子跳过去了，而且他随便挑出来一条片子念，那如果同事们反应不过来，又该怎么办呢？导播本人还有放片子的老师，那全部都得跟他的顺序来调了，所有的片子顺序也变了。博物馆跳掉了，闭幕跳掉了，斯诺克也跳掉了，他的是哪个呀？他那条是哪个？得世界冠军。哦，他会不会受影响？坏了，全部都。而抢手的行为同样涉嫌违法，将收到相应的治安处理。1A 房。好，现在是这样啊，前面一条片子漏掉了，再找回来。然后你现在要进到 WAC 观察闭幕不闭展这条片子，这条片子没有放出去。来，黄玉玲，你先让一下，你先回到你的座位上，他还有一条片子没有读完，没法交换。再倒回来，把这条片子再
倒回来就行了啊。是与此同时这一条吗？第一句是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天在上海闭幕，你能找到吗？好的，还没有找到。你翻稿子还不如在提词器里面找，往上走。啊，片子还有10秒钟啊。10秒钟找这提词器是极不好找的，因为一面就是20个字。好，准备啊！我的天哪！3，你们找好，停，到了，就是这里，走。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昨晚在上海闭幕，但在上海世博展览馆的展览延续到今天，整个展览参观人数超过35万，创下历史新高。好，EA 仿。好，现在换人。换人，韵林。哎，你这么一说，那这场韵林没准能够，抢下分数来了。张老师已经为他捏把汗了，我天，诗文控制情绪啊，我觉得是要哭出来了。对，凯旋，你去带那谁吧，好，带嘉宾。好，那我直接在摄像那儿等了啊。对，带到摄像那边等。好，我现在想给张老师起个外号，挖坑之王，土拨鼠，土拨鼠西哥。啊，王韵林，小片头回来，是我们博物馆不粘液的一个岛屿啊。好的。我真觉得整个王韵林的状态更松弛和亲切，因为刚刚解决完一个问题，人的状态就会提升。他有个自我的激励。5、4、3、2、1，叶斌。好的，进入叶县关注的下一个话题，已经举办了1年多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将于下月17号收官。上海博物馆将在展览闭幕之前连续1周开放168小时，这次在全球博物馆界尚属首次。今天上博发布活动细节，各类配套活动也已准备就绪。好，EA 仿。但是声音的质量上，诗文确实还是有优势，但是播报状态，其实韵林还是。但这种东西我就觉得状态为王。状态啊，对普通观众来说，他就觉得上海推动异地就医服务再升级，为了让更多的异地患者能够在上海看病，能只刷医保卡进行结算。最近，上海医保部门将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冠心病等5种门诊慢特病也纳入了异地医保直接结算范本，基本实现了应开尽开的全覆盖。韵林没有被前面诗文大的失误影响，心态比较稳，站播的表现还是可以的。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以现象级热度创下了全球博物馆的单个收费文物类特展，持续放大现象级大展的溢出，带动了实际的效益，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重丰收，为上海及全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示范样本。1:1复刻的仿冒拉波布玩偶还带有防伪标识，在网上被当成了正品售卖。在彩票店买了4万多元的彩票，幸运的中奖10万余元，但男子不仅没有拿到钱，还在今天被判了刑、罚了款，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来看报道。EA 仿。好，回到主播台，我们下一趴是约见。你看他到那个民生新闻会好很多。是的，他生活化，笑眯眯。韵林整体给我的感觉相对它是稳的，或者说是让我觉得舒服的，就是诗文有点慌乱和低沉。我就感觉他就是一种不在状态的状态。啊，嘉宾来了吗？现在能带吗？啊，现在上可以上，那先坐着吧。陈律来了。瘦了，是不是？哎，真是。陈律瘦了，对，下颌线了。好，2位准备了啊。片头回来就是你们约见。5、4、3、2、1，叶斌。好，2位准备，4号机。
进入叶县约见，我们要聊聊宠物进飞机客舱的话题。继南航、东航等多家航司推出宠物随行服务后，近日春秋航空也加入了宠物进客舱行列。随着宠物进客舱日益普及，人宠双方的安全是否能够得到保障，也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今天我们邀请到了敬天工程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陈义敏律师来共同探讨这一话题。是不是长得有点像西哥？对，整体的形象状态很像西哥。陆荣飞卡到0.07啊，0.07 10分钟。好。陈律您好，非常感谢您做客我们的新闻夜线。首先想问一下您，关于宠物进客舱这样一个事情，您有过之前的了解吗？主持人晚上好。这个事件应该说这是目前还是相对比较新或者比较小众的一个范围。我们国家呢到目前为止也没有对这个事情呢做出一个明确的立法，所以这个只是各家航空公司对这个事情有不同的规定而已。所以说，其实这个事情您认为还是比较新的，但是其实呢，现在像我们的各家航司对于我们的这个宠物进客舱的一些具体要求非常的不同。就比如说像吉祥航空，它对于宠物的定价是一只1500元，那像我们东方航空的一只定价是1288元。那同时除了价格之外，其实在比如说箱子的大小啊，很多方面，其实不同的航司它都有不同的要求。那您认为这些规定它是否有它的依据所在？好的。既然没有法律规定，那么各家航司自己的规定，这就像一个餐厅、一个饭店，他开着饭店，我自己的定价权是在我自己这个商店。那我这个我这个餐厅的菜卖什么价格，那当然是我自己定的。航司在这方面他是有自己的权限的，没问题啊。其实您刚刚也提到航司在这方面是有自己的权限的，但我也想问您一个问题啊，因为其实我最近也在网上看到，访谈时间还有7分钟。现在是不是第一趴还没结束？这要赶紧进第2趴了。最近也在网上看到，我们这个宠物进客舱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它是需要有非常多的相关的文件和证件的批复，然后才能顺利的走这样的一个流程。但是其实也有一小部分的人，他们选择了钻空子，比如说用一些假证件去进行这种假冒伪劣，那这种行为肯定是特别不对的。那想问一下，如果说有旅客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他会不会受到一些相应的法律后果？这个，首先像我理解啊，就是说宠物进客舱，这整个一个法律行为，它是一个从民法典的角度讲，它是一个比较标准的要事行为，就是需要满足一定的形式的。比如说我们常能够理解到的，比如它需要提供动物的防疫证明，这个打过疫苗的证明，然后还要符合在它这个规定的尺寸的箱子的包装，符合它的包装，然后上了客舱以后，在指定的位置还是怎么样，还能聊6分钟。4趴内容，这第1趴已经过了一大半了，诗文还没发过言。法律相关的问题很难1、2句就说清楚，但是时间有限，提问就要直指核心关键问题，语言要简洁，还要控制好访谈的节奏。现在时间过半，提纲才推进了1/4，显然时间是不够了。所以这里面有不同的层次的责任的这个区分，要看它造成的后果有多大。好的，谢谢陈律。陈律刚刚从这个具体的情境当中分了3个非常清晰的层面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所以说，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想要送自己的毛孩子上天，大家一定要合理合规的走相关的法律程序，该有的文件一个都不能少。访谈还有5分钟。刚才陈律您在您的分享中也提到，大家愿意带着自己家的毛孩子上天，肯定是因为特别重视我们的这个宠物。宠物在客舱的过程中，它可能都要待在一个比较狭小的空间里，这就很容易导致宠物的应激反应。那么如果宠物在飞机的飞行过程中产生意外甚至死亡，那这个责任是怎么划分的呢？这个我想了解，这是好问题。张诗文把自己问题给砍短了。应该说，我们还是要划分看这个造成这个责任的原因是什么。首先，你得查清楚原因是什么。就像我们法律关系还得透过现象看本质。其次，航空公司在这当中一定是会承担一定的责任的，因为是在你这个客舱，然后你航空公司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到什么程度，我觉得得看具体的情况加以分析。好的，感谢您的分享。那既然刚才我们已经提到了宠物的这个维度，那我们也想，如果在这个过程中，宠物高声的吠叫，甚至是咬伤人，来干扰了乘客的日常休息，甚至是造成了一些更严重的后果，那么这个责任是会如何划分的呢？对，这就接着你刚才讲的这个前面这个问题一样道理。第三方造成的损害呢，我们也得来首先判定这个责任是在谁。比如说，一方这个你去看到人家带了一个毛孩子，也比如说那个乘客，另外一个第三方乘客他去故意去惹这个毛孩子，那你肯定自己也有责任，对吧？假设是他这个管理不当，他自己跑出来了，他来侵害了别的乘客的利益，看是民事责任还是刑事责任。再次就是航空公司你也有责任。师傅的问题问的其实更聚焦、精准，而且他这些问题又都是因为时间的关系进行了修改、压缩，挺加分的。是的。访谈时间还有2分钟。听了您的分享，我们意识到的是，宠物上飞机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是一个刚刚出现的新的变化。那么我们也想到，能带宠物上飞机，其实是一个公共管理精细化的这样的一个很有人情味儿的变革。那么您认为，在您的之前的职业经历里，法律应该通过一种什么样的角度来帮助这种有人情味儿的公共政策，能更好的保护到所有人，让喜爱宠物的人，还有飞行上的这个乘客的安全和自己的权益都能得到保护呢？真厉害。他删了几个问题，应该是他的一个策略。然后现在正好时间也好，给的时间到了啊，然后嘉宾回答完这个问题就可以收了。好，法律本身追求的就是公平。我们想要完善达到的目标，就是在整个这样一个构建的这个出现的这个法律关系当中，所有出现的主体都能达到权利义务的对等。你要承担义务，但你肯定也对应的会有权利，没有单方面的一方偏颇一方的。所以法律肯定是朝着完善这个脚步，完善这个事情的各个方面的角度去往前走的。明白，谢谢陈律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其实刚刚您举的这些例子都让我们感受到了，其实这些反面案例都像警钟一样，时刻敲醒着我们法律的威严。谢谢陈律，谢谢您，谢谢主持人。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夜线，广告之后新闻继续。好，陈律您可以回去了，好的，有请，谢谢，感谢陈律，谢谢。陈律，您从这边，对，还从这边。好的，加条稿子，没有提字器，到时候低头念。在串联单在哪里？在中美经贸会谈之前。好的，加在哪？加串联单里头，接下来是哪条？接下来是这条。外交部和也门之间。之间是吗？好的。好，广告还有30秒。就前面的情况，就偶尔会碰到，这个是常态。2场会碰到1场吧？哎呦，没有时间熟悉背稿，对吧？就要这几十秒钟快速看一遍。那当然没时间背稿了。对他们来说，30秒，好嘞。这个是把所有的那个意外情况全部都来一遍。临时加新闻稿件，就是为了测试主持人的现场应变能力以及抗压能力。5、4、3、2、1，阅兵。好，插播口播。为降低司机运营风险，保障司机合法权益，近日，交通运输部集中改造改建1000个标准化高速服务区司机之家，为司机提供停车休息、饭菜加热、淋浴、洗衣等5项免费服务。目前，第一批100个提升改造完成的司机之家已投入使用。每个司机之家将至少提供20个货车停车位、2个淋浴间、2台洗衣机，24小时营业。针对司机投诉较多的运费拖欠、执法不规范等事项，交通运输部联合有关部门部署开展了收费治理工作，降低过高抽成比例，实施货主预付运费等，保障货车司机的合法权益。可以。好，继续现配。当地时间7月28号，中美2国经贸团队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中美经贸会谈。这是继瑞士日内瓦经贸会谈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英国伦敦经贸会谈确立伦敦框架后，中美双方再次就经贸问题举行面对面磋商。瑞典首相李斯特松近日表示，
中美两国在瑞典举行会谈，以尝试达成协议，这是一项积极的进展。耶访，瑞典首相名字念错了对吧？就是他的那个语气一下就变了，这一下就严肃起来。对。继续。上个月25号，伊朗政府批复了暂停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西方国家随即已启动该机制，相要挟，要求伊朗继续履行伊核协议。电影《南京照相馆》《东极岛》《山河为证》，这3部作品都是以真实的历史事件为依托。嘴瓢吃螺丝我都能理解。第一次播这么多内容，还要面临各种意外，对2个人来说都是一次非常大的挑战。今天，泰国陆军和柬埔寨国防部分确认，2国军区指挥官在边境地区进行了会谈，落实了停火协议。以上就是新闻夜线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请登录看看新闻客户端。更多视频，请下载看东方客户端。谢谢您的收看，祝您晚安，再见。这句话听着是巨石落地啊！祝您晚安。好，结束了。哎呀，我跟你说，思文肯定特别沮丧。都有点沮丧。